特别条例只有2条要表决嘛，这项预算只有文化部的预算要表决，所以很简单哦。所以这没有什么特殊的安排，不要想太多。蔡公安秘书长有去找你吗？我跟你讲哈，我昨天就讲过了啊，时无声胜有声啊，所以有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哈，大家安静的看就好了。当大罢免才刚刚结束啊，民进党内的小罢免就开始了，由赖清德所发起的对在野党无差别的大罢免。在大失败之后，马上要借柯建铭项上人头以谢国人。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洪建义，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理工男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云夫，大家好；财经专家许清煌，五哥大家好。好，那今天是29号，当然明年30号对于很多小草来讲，尤其对于陈佩群女士来讲非常非常重要。那他们要司法改革，要走读，而在走读的过程，你也看到，包括柯文哲在开庭的时候，是不是也尝试要传达一个讯息，就是不管赖清德派谁来，他绝对不会投降。这句话有没有一点觉得耳熟？在前几天的时候，黄章是不是也说过类似的一个话？是不是民进党有派人去？我记得那天是何伯文在节目现场说。打死他就告诉你说，府院党没有派过任何的一些人。那为什么柯文哲要再一次传递这样一些讯息呢？中间有什么样一些的美感呢？那明天的走读又会是怎么样？但除了这个以外，对于民进党来讲的话，从726到823，那中间有很多人讲说，好，包括内阁的改组，然后胜或党团要不要改组，所有这一切。是不是在做清战场的一些的动作？一些问题是不是也该处理？超私案那也起诉，但超私案的起诉看起来清了战场，但是会不会留了一些的地雷呢？大家都在讨论这些。那现在看起来的话，党团改组这一块，创下，这是整个民进党在做清战场了吗？这一块基本上像我们这一辈的学自然科学的人，对于我们一些学自然科学的前辈充满了敬仰，因为以前很多学自然科学的人，像我们那小时候的时候，张系国陈之凡不但是自然科学学得好，文采也好，是。然后这里面呢，其实像柯建铭，我们在新竹也都知道他嘛，学的是牙医，自然科学，对，但是他有强烈的社会关怀，这当中我们已经很敬佩，而且亲自投入，文采又好，文采好到什么程度呢？现在呢，我们就想到一首诗，别有幽怨。暗恨深，下一句叫做“此时无声胜有声”。那我们都知道“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典故嘛，这期间很有名，这期间很有名嘛。所以柯建铭表达的，你看多有文采，多么的自然科学的人，这种文采，而且他40几年的投入了一个社会关怀、社会改革。那当然很多人对他的见仁见智嘛。可是现在别有幽怨暗恨深。只有柯建铭吗？你处理手法的一个这个状况里面，你会让多少的人对柯建铭觉得不值得，或者是连一个柯建铭都不能解决，你怎么去跟习近平面对？连一个柯建铭都无法解决，你怎么去面对川普？这个时候，其实民进党里面不是暗潮汹涌，什么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个是暴风雨的预警。这个台风警报都已经出来了。因为呢，领导威信这件事情，从这个党团里面已经不是柯建铭，而是个领导威信。而这个领导威信里面呢，我要讲一下尤怡农真坏。为什么？尤怡农出来讲了，针对于赖清德处理的这个，说是康熙力请鳌拜。那现在一些放炮的人，谁是小村子？谁是小村子？那带着13个，对不对？那个什么库的布库的那个小太监，这简直在骂人了嘛！这个尤怡农骂的，你看也很有文采，对不对？可是这里面其实你回来是对于柯建铭来讲，当然了，整个726到823的失败，那总是要借一个人头，以让大家的情绪有个舒展嘛。所以就是曹操的借人头一用，那个梁光王后嘛。可是至少借人头一用，你作为一个领导者，你至少要有些美感要去注意嘛。你不能做到这么的残酷阴狠。那这种残酷阴狠，那当然不见得是赖清德，可是你总结的过程中，就会觉得你的能力、你的处理的这个过程中太求残了。太求残是什么？第一个，75岁的老人家，
讲难听一点啦，我们都有很多长辈，我们都知道要狗夹嘛，对不对？要狗夹嘛，要讲一些话嘛。这个多辛苦了，晓得我呢，可能年少不更事，可是我现在的情况很糟。然后我这时候叫个小安安去干嘛？当面嘛，当面拒绝还是要去狗夹嘛。然后你说人家75岁老先生，有时候看到晚辈的这么低声下气，总是心会软，总是会有一个调解。然后如果没办法，那现在呢还有水牛伯在啊，水牛伯帮忙出面，请水牛伯出来啊，陈永新医生也可以请出来啊。你再处理一下老柯的情绪，不要让他有幽怨暗恨生。你处理的手法怎么的这么的粗糙？然后粗糙之后，另外一个是领导能力，是郭国文讲的，按假传圣旨。那假传圣旨这件事情多严重啊！那如果作为一个国家最高领导者，有人假传圣旨，早就该处理了嘛。结果你处理的方法是透过媒体讲说他有察觉问题，然后叫做扩大会议。然后7个党团的干部都一起来开会，叫稀释兵权，有这回事吗？你干脆请老柯喝一杯酒，人家赵匡胤做的都比你强，要兵权是这样子稀释的吗？然后后面呢，现在呢，民进党又告诉我们说，其实10年前马英九也许错的不多哦，把手伸进立法院，党伸进立法院有什么错？没有错啊，因为当时马王之争其实里面，因为国民党基本上是个外造型的政党。外造型的政党手伸进立法院，都引起大家很大的反感。那现在呢，党部发动联署，这个不是政党手直接伸进，而且民进党长期以来从创党之初就有内造化精神。你这样一个状况，连民进党的核心、民进党的基本价值都已经有所说不过去，那这样说不过去，才会看到很多长期跟着民进党一起成长的我们的同业。大家都觉得太愁惨。老柯现在这个情况里面该不该换？当然了，最新的民调里面52%认为这次的失败，老柯负最大责任嘛。可是你回来去问了，那你都只处理一个老柯吗？借人头一用。但是后面呢，48，是赖清德，再过来呢，第3名叫做卓荣泰。那赖清德有针对这件事情，有针对他的死讲造成了一个转折点道歉吗？你赖清德都不用道歉，你这个内阁。小幅度的随便的转一转就继续做下去，内阁有那个，所以老柯的7步诗里面还特别谈了2件事：关税救灾，那是心中不平嘛，那现在是老柯心中不平，那事实上75岁了，他的任期到了明年1月31号也结束了，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真正的民进党的受伤是整个民进党处理一件这样的事情都可以处理到这么抽残。这么粗暴，领导威信进入赤字，那后面面对那么多的难题，谁能够信赖下去？所以我觉得真正的问题，其实民进党如果没有针对老柯这件事情，赶快做一个比较圆满的落幕，继续的闹下去，其实不是柯建铭换不换的问题，而是民进党的整个执政上的领导威信会被很多人觉得怎么会搞成这样子？在很多好了，我不晓得老柯讲此时无声胜有声，是不是要拉上一句别有冤案更深？我不知道不是这样，但创下讲话常常是讲前句，你要听他后句。他如果跟你讲说出师表那个临表涕泣那个4个字，他不是要讲那4个字，他要说的是不知所云。后面那4个字 ，OK？ 那你要听，有很多人的前后文是，我只要讲前句，你们大家去猜我的下一句或是我的上一句，有很多这样。但你不知道老柯现在的心情，而是现在大家关注的是，当民进党现在要清战场的时候，清战场当然很重要，因为你不可能看着726、823，甚或接下来往下，到了2026，因为2026像建议这些议员也要选，县市长要选，那甚或到2028。总是有一个止跌的方式，有一个止跌的地方，有一个那民党现在在做所有这些类似吗？那包括内阁的改组，包括所有这些。可是现在，尤其这几天，所有人的目光焦点几乎都摆在党团里面，所有这些。好了，那建议等一下让他后面回应。我想先问，在场媒体，资深媒体很多，今天上午不是一大早，从昨天就在讲那个什么甲冻的那个通知单上面玄机在哪里？因为平常是在可能教育文化委员会，今天是在议场。有人说是老柯是不是要做最后的逆袭？有人说老柯是不是光荣最后的身影要发表？上空什么都没有发生哈？没有，
什么都没有发生。所以呢，今天上午就只是一个民进党的党团假动，为了今天立法院里头大家的一些的议案攻防，就只是这样。好，但是这2天有没有太多的都是透过媒体出来的？譬如说，好了，你说其实我想赖总统也有想到，大家就私下吧，要不然不会请潘万秘书长去跟老柯谈一下这些。好，但是显然最后的结果，并没有说真的，也许是真的如愿。可是有很多的新闻出来，什么老柯的太太有没有说让他做完这一任？然后老柯今天出来发了一个讲说，从来没有这件事，也没有这些新闻到底哪来的啊？当然，你想，柯建铭说了一句话，你问他，他说此处有生，此处生有生嘛，哈，那怎么会冒出来他老婆的事？那一定是另外一方嘛，一定另外一方。今天讲白一点的话，他老婆一直出声，一直哭了。他老婆的事情说，哭啊什么一大堆，其实对老柯传出来，对老柯好看嘛？不好看嘛？那谁传的？谁传的嘛？那一定就对方嘛。对方讲出去，然后传出来的嘛。这一定是这样嘛。那当然，你传这个好像变成是潘跟柯见面的时候，柯这一边是用求留任的那种感觉嘛。那释放这个消息出来，好像对柯很不好嘛。那释放这个消息出来，好像对柯很不好嘛，很不好嘛。那其实你回过头来到26号一直到28号，26号一直到28号，26号下午的时候是徐国勇的邀集派系会议，他其实邀集派系会议以后，其实有很多立委就接到派系的电话如果改选你会不会联署？你会不会同意？那个联署书就开始问那个意见了。因为大家也有一点担心嘛，你真的一发动联署，大家不联署，你不是很难看？所以先有这个动作 ，OK， 才有联署书的出来。那27号就是潘孟安见柯建铭嘛，那谈好了没有？谈好了没有？那一定没谈好，对吗？才有后续吧？才会有28号赖清德去参加一个会议，结束以后还故意停下来。你说媒体就是在媒体前面讲党团的改组，而故意停下来，所以媒体用罕见的留步接受访问，特别在讲党团的改选符合民意。结果这边要联署，总统你这边喊改选，然后后面出来是我总统事先不知情，相信吗？你认为我们跑政治，我们会相信吗？他连有人讲的事情都不知道了，然后这边喊联署，然后隔一天总统说联署改选符合社会期待，然后突然总统跟你说我事先不知道他们要联署改选，相信吗？我们跑政治这么久，这一连串的动作，就算事先不知情，那对不起，你要公开讲话，那个联署新闻什么联署就已经跑出来了。建派系会议的决议就已经出来了呢。那一句话，如果你不知道，那总统府的幕僚是不是该检讨？新闻出来没有跟总统报告派系会议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一件事跑政治跑这么久，要么总统府幕僚事实没有跟总统报告，跟党主席报告；要么总统你知情说不知情，只有这2种可能性。那你说？一路走到现在，829，今天为什么没有提？因为今天立法院议场要打仗啊！3个案子一个风灾的特别预算，一个追加预算，还有一个发1万块的那个修订版的特别条例，那个3个要在里面表决打仗，然后这时候党团说：“来，我们改选。”而且那个联署书很清楚嘛，党团干部喊总召。对不起。其实这一句话是有语病的，因为党团干部8月31号到任，只有柯建铭是2月1号到任，党团干部改选
8月31号到任改选叫正常，总召到2月1号提前改选叫不正常，哎，你要坦白说一句话，大方一点嘛，公开一点，光明磊落一点，你就说要改选总召就好了嘛，党团干部本来就8月31号到任，本来就要改选了嘛，所以你说那个提案。而且那个提案我也不知道谁写的，5等，我靠，民进党什么时候会出现这种字词？5等，好吧？那个只有国民党会用啊，对啊，我们有学问。所以你说那整个事情现在搞到大家普遍不爽的事情是说，你为什么不能好好谈？要用这么粗暴的方式，而且还有一件事，赖清德，你为什么把党内的内部问题外部化？就你公开接受媒体访问谈这个事，你是把民进党内部该处理的事情外部化，让社会所有人都知道，知道一件事，赖总统身为党主席，柯建铭摆不平哦，这其实赖清德出来讲，只是更凸显。他没办法处理党内问题耶，如果潘孟安能处理完了，那赖清德干嘛要讲这一段告知社会，把内部问题外部化？就是谈不拢嘛，谈不拢以后，内部问题外部化，然后你要借外部的力量告诉大家说，你党团要改选，党团要改选吗？这很奇怪的事哎，你是总统兼党主席哎，既然把你们党内的问题跟所有媒体宣告。说，哎，我们党团应该要改选，等等等等的问题，然后你为什么不找那个柯建铭谈？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没找那个柯建铭谈嘛。如果因为他这时候应该是赖主席，如果要是直接跟老柯谈的话，事情应该就会比较容易解决。其实你跟他说道理干什么，或是有没有什么替代方案？更改路线替代方案，你要好好谈嘛。而且最糟糕的一件事，你怎么会叫党秘书长来约派系会议？其实很多人都认为党团好像受党中央牵制、节制，错。党团跟党中央是平行单位。那什么时候党团必须遵守中央？中常会做决议，要求所有同志，包含从政同志遵守的时候。立院党团才受党的牵制，否则是没有的。OK， 所以你以前看党团的运作决议，基本上都是党院府里面在私底下的党政运作协调去处理，不是回到党中央去处理哦。OK， 那你今天怎么会是党中央去发动这个事情，介入党团内部的事情？那换言之，你是要打破党团跟党中央的平行的结构，然后党中央随时可以介入党团自主咯，所以党团的自主性是要看党中央要不要介入哦。这跟过去包括连陈水扁、连小英都不会去这样牵制党团的事哦。OK。上公刚讲这些，来建议，对你们来讲，势必要清战场嘛？是726到823，当然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所以内阁也改组了。是，那你说改组的幅度，大家满不满意，这是一回事。可是好歹要回应一些民意。是，那包括党秘书长也换了。那党团的这一块，刚刚也听上公讲的所有这些，对你们来说，那当然你说大罢免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对民进党或绿营的支持者或罢团，一定十分超级不满意那个结果，但它就是结果了。是，而那个结果的处理到现在，再延烧出这一波，对你们未来，虽然民进党的传统是大鸣大放，什么大家都知道，但这整件事情处理到现在，未来该怎么收？我个人认为，刚才上公所说的党团自主啊，立法院的党团自主本来就是他们自己有一套他们的游戏规则。那你说这一次秘书长当然新闻出来了，真正的部分，我说真的，我也没打电话给徐国勇，他最近比较忙。那说真的，他们说秘书长要求这等等的东西，我个人认为
秘书长跟派系在做一个所谓的派系的一个会议的时候，有没有提及这个问题？我相信有提及。那只是不是如同外界所讲的要求要怎么做？这我倒不认为有讨论，结果决定权还是在立法院。这个是不用质疑的。立法院有人签有人不签，到底发起的这个内容到底谁拟稿的？这是一个问题。那当然，他们的干部是8月31到期。那柯建铭是总召是到2月1号，我们议会也是这样子啊。可是换个角度回来，这个方式的处理，其实民进党从陈水扁那个时代到现在，凭良心讲，党内以前还有什么11扣啦等等的问题，骂的比谁都凶。那这一次在柯建铭这件事情，或许处理的方式可以更圆融一点。我个人认为可以更圆融一点，但是感觉起来一直东操作西操作，到底谁放的这个媒体到底怎么样？我个人认为啦，真的这个是让民众看笑话。那至于柯建铭这部分，我个人认为啦，上台是机会，下台是智慧。那这个下台这个楼梯要如何做，让大家面子理智都可以留得住？真的手法是不是可以再柔和一点？我觉得民众会更看会，已经发生了。对，因为这几天的新闻太多，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在看到那些新闻，在讲譬如说什么联署书已经签了2/3了，有没有什么这些新闻到底为什么会出来？然后只有现场的所有的资深媒体人最清楚，因为好了，讲白一点，这是某种程度的操作啦，那不知道是哪边，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可是要不然你不会听到这些讯息嘛。当然媒体人也很尽责，会去想办法打探所有的消息，然后想办法让观众朋友知道。可是毕竟为什么？因为执政党面临到这样的一些好，你说乱流也好或者什么，那未来到底该怎么样能够尽快把这些战场清？可是相对来讲，小平是对你们来讲的话，对，当然你们说有党主席权，这个我们等一下会了解。但相对看到现在民党这些状况，来，你今天来从头到尾在笑。不，我是哀矜。小平，你不要再笑，不要再笑。等一下，我们要讨论你们党主席的选举，你不要先太高兴，哀矜勿喜。赖在笑，待会我就一直讲你跟赖清德已经救了国民党了。我觉得史上最牛的总召就是老柯不是你们傅昆萁吗？现在赖清德在推动政治的都市更新，他是最牛的钉子户啊，说不搬就不搬啦，然后现在是动用怪手，警力都出来了嘛。第一个就是联署过半的党团了，这多大的事情嘛？刚刚上一副讲得很清楚啊，怎么运作。第二，连打麻将30万抵钞票90万，这个都出来了。打一场麻将输赢1-2千万，这对人格，这当然我们都听说了以前。可此时此刻提出来的时候，很巧合嘛，斗垮必先斗臭嘛。此时此刻提出来的时候，很巧合嘛，斗垮必先斗臭嘛。他也长跑3点半，他缺钱缺得一塌糊涂，这个我们都不是秘密，好不好？柯总召，所以柯总召也不能马上没有这个位置，在调度上也困难，这都是生活上的实质问题。是好，你不能看了媒体上讲的就这样跟着讲。我们常听说，我真的不，柯建铭要下来了。不要再为难民进党了，有一点羞耻心下来，而且竟然把曹植的7步诗都抓进来，曹植会吐血，我跟你讲。等一下，你会不会用同样的知识讲朱立伦？我反正我就事论事。好，他该下来了，他可以了我觉得可以下来了，再不下来真的难看任期做完，这做到2月3月有什么意义嘛？有什么意义？那时候民进党已经变废墟了，倒了，好不好？那都跟案子已经作废了。结束了，拖到那时候就完蛋，多久啊？10、11、12，要5个月，再搞5个月是怎样啊？对我想哀矜勿喜是发自内心讲，我们希望凭我们的实力能够争取执政，对不对？但有个老柯在的话，当然对赖清德是很不利嘛。可赖清德要学会怎么处理他，连他都处理不了就难了嘛，这是第一句话。那有没有罪己造皇上？就是。你能做什么？他第一步就是动了几个部长啊，一些次长啊，干嘛？看起来这个轴心问题没有解决了，这是第一个国政。请问接下来我们所有的轴线是不是在那些市长、那部长的施政？大家等着看吧，他们做的好或不好。还有郭国文是台南天桥下说书的，人也是你，鬼也是你，前面这边啦啦队摇旗呐喊，现在出来去
老哥。怎么都这样啦？我是看不懂了，真的我这样搞好吗？以前呢，他们交了一个好朋友，民进党叫习近平，只要抗中保台，一天剑屠龙刀，杀无赦，挡不住啊。现在我们交了一个好朋友，川普，真的啊，以美论，哇，多好用啊！不，你不解决以美论，然后他讨厌那个川普，跟讨厌习近平一样。那抗中保台没有养分，没有底蕴了，你知道吗？所以当然，所以这个东西意识形态的战争现在搁一边，各有朋友，所以就看民进党部长怎么做嘛，这比较重要。来快做一下。我觉得小平你跟他说柯建铭钉子户，我个人认为这个有点不太适当。那当然，他钉子户的最终的目的，他一定有最终的目的。那你说他当总召当到1月底2月1号，或者是现在辞掉？我觉得这用钉子户来形容他一个长期的一个政治人物，对他来讲是有一点比较不适当。那至于说你说以美论或者是习近平，我只能说我们民进党现在正在大鸣大放在解决事情。那当然你们在看笑话也好，看戏也好，我觉得在柯建铭身上凸显了一个问题啦。真的，他在民进党里面没有功劳也有苦劳。那过程当中到现在，那希望他卸任，他不愿意卸任，包含所谓的1半以上的联署，这是媒体说出来的。我们没有人看到那一张联署书。所以这个东西，那联署书是谁拟的啊？你说党团民进党党中央不太可能嘛？那你说立法院一定有人一定提嘛？提才会要求联署。我们议会我要换议长，也要议员自己提案吧？对不对？所以。民进党党中央有没有去提这个东西？我相信会议当中或许有讨论到。那讨论到大家有没有一个想法？那党团的自主的，然后所有的立委到底谁提这个案，对不对？一定要有人提案嘛。那所以我在觉得在这个地方，柯建铭我相信他不是另有目的的一定要留任。那或许在政治上的一个 ending 的一个楼梯，他要漂亮或是怎么样？这是他个人的想法，他从来没想到说突然间总召没干到满任要叫我下来。那当然，一般政治人物长期以来对党付出，他一定心里有一个结嘛。所以在地方，我还是觉得小平哥大家好朋友，用钉子户形容他可能比较不适当。可是东豪现在看起来的话，你说大罢免都过去了，但过去不是事情过去就算了，而是现在。好了，不好听一点，有人说这是在找战犯的一个逻辑概念吗？可是找了战犯以后，当时的那些问题就都解决了吗？因为你看好，譬如说昨天的2份民调，民党的整体支持度或者泛绿的支持度都是大幅的萎缩。那泛蓝，而且泛蓝或是白蓝蓝白之间的结合，就硬是找到了很多能够同仇敌忾的话题，譬如柯文哲，譬如什么，这个大家都讨论过。所以两相比较之下，对于绿营来讲，对于赖清德中来讲，他就更需要尽快把战场清掉，然后未来能够把这些问题，因为你不可能再带着问题往下走嘛。可是这些问题看起来也不是这么容易解决，光一个党团的事情就是这样啦。大罢免结束了，这个就很实际的告诉你一个答案嘛。所以，民进党必须要改变。那最需要改变的人其实是总统赖清德。那为什么是他？因为他是权力的拥有者，也是民进党权力的来源。他的一举一动会影响整个民进党。好，那很让人意外的是，他改变的方式让大家吓一跳。柯建铭总召的这个事情，就是让大家吓一跳的事情。他直接跑到第一线直球对决啊，就跟打棒球一样，就快速直球，就在圆山饭店接受访问的时候，就一球就进来了。当总统讲话的时候，虽然他没有把柯建铭3个字讲进去，讲到府院党团改组或改选，这个话讲完，再加上那个新任的党的秘书长徐国勇所做的一切事情，这是连在一起的。那处理柯建铭的事，就柯建铭是不是要再摆在总召的位置上，跟你如何去处理柯建铭的事情，这是2件事情。整个党团的改组或改选，重新形成一个新的党团干部，民进党怎么去面对823之后的立法院，这是一件事情，这个是清理战场。可是当他变成专门处理柯建铭的时候，你就会把清理战场的议题变成要找战犯。然后找战犯，你还打不下来，因为很多人会同情老柯嘛。你为什么会又跑出来一篇说啊，这个党团改选
也可能是老柯啊，因为改选没有讲这个是怎么样嘛，就这个时候就变成掉入文字游戏是没有意义的。总统兼党主席赖清德，这是最高的权力，所以他的一举一动都有能量，但是这个能量会变成负面能量，因为你现在是逆风。国民党这时候有犯错的本钱，因为国民党现在打的是顺风球，顺风的时候啊，做什么都对。还有一个，你哪怕犯错了，因为你是顺风，你的受伤也会比较少。逆风的时候，你如果再犯错的话，那个伤害很大。因为现在整个的格局是变成，国民党或者是台湾民众党的好感度都超越了民进党。就823之后。那所以呢，赖清德必须要做出改变，可是现在他的改变的这一手棋让大家吓到。你说徐国勇一个新任的党秘书长，徐国勇跟老柯又不是不认识，他难道不知道说开派系会这个事，派系会议做调查，老柯会不知道？大家都看懂这是政治动作嘛，需要用这一步来处理。然后后来这个包括党团干部的这个不连任。变成是逼宫，然后再到潘孟安去看老柯去谈，然后隔天赖清德就接受访问。赖清德要做出改变，他自己的决策模式，他比如说圆山那场那个他留下来接受记者提问这个事情，难道是临时起意吗？我不相信。如果赖清德在圆山那场是临时起意的话，赖清德跟他的决策圈都很糟哎，这种事情怎么会冲到第一线去处理人的事情？尤其老柯，所有同情老柯的声音就讲一句话：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这个事情不应该是总统冲到前面去的。当赖清德讲的时候，你后面怎么收？好了，但是问题已经造成了。你所谓的改组改选也好，内阁到党到府。你要重新面对社会对你的要求嘛？所有的这一些你前面所做的铺排，包括小英去官邸，所有铺排是不是被老柯这个议题一次就取代掉？你前面做了那么多努力，前面做了那么多铺排，想要有改变，被柯建铭这个议题一次就干掉了。柯建铭不会造反的，老柯是不会造反。老柯的问题是说，包括党团内部、行政院或者对柯建铭有没有意见？当然有意见。柯建铭老柯会不知道吗？就没有这一次的逼宫，老柯能不能继续领导立法院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是一件事情。可是搞成这样子，民进党整个都要一起再受伤一次，都还要再受伤一次。如果这样一路往下走，但这样好了。这整个刚讲到说赖清德总统直接在圆山受访这些，我相信他们的幕僚大概也都评估过，这应该不太可能是赖总统自己走到那儿就突然想到。如果他自己临时决定的话，对，很难想象。那个又有的检讨。对啊，可是换一个角度讲，会不会也是这件事情处理整个已经处理到就是走到了一个死胡同了？所以最不得已的方式就只有总统在镜头前面讲说，那个包括这个改组啊，会不会是已经走到就一定要用这样方式才能解决了？那只能用这样。可是刚刚讲到，因为从726、823之后，包括蓝绿之间的支持度啦或者什么这些也都出现一些改变，所以势必要做一些能够让大家看得到的，然后觉得有感的改变。现在到目前为止，当然你说内阁的改组，包括刚刚讲到党团之间，可是党团这件事情已经弄到大家已经看到有点雾里看花了。现在变成这样，现在变宫斗剧。你觉得已经变宫斗剧？好，那如果这样，除了这个以外，轻战场包括很多，包括这2天超市案起诉，有人讲这也算轻战场嘛？就你好歹所有那些不能天天让，因为蓝白阵营，尤其是黄鸿昌，他最喜欢拿来骂的其中一个就是超私案，对不对？好，你说司法的独立，他就是办到现在起诉了，你不能说是执政党他主动要清这个案，可是好歹这个也起诉了，某种程度，只是这个起诉完以后，真的这些战场都清掉了吗？当然没有啊。可
是好歹这个也起诉了，某种程度，只是这个起诉完以后，真的这些战场都清掉了吗？当然没有啊。为什么这样讲？来，是第一个哈，先看那个说这个。民进党党团要换掉这个柯总召那个联署书了。那个联署书我其实看了好几次，我都觉得这个联署书很有趣了，因为它联署书里面这个你可以看它里面这段话，我特别把这个画起来为表本党回应民意之决心呐，所以呢，他放了4个字叫回应民意啦。那你就很有趣。那请问一下，那如果要换掉柯总召的话，是回应哪一个民意嘛？所以呢，等于表示说，现在这个时间点回应民意这4个字是他们要这个做这联署的原因。好，那你就要问一件事情，刚刚5哥有提到清理战场，清理战场也是回应民意的方式一种。可是现在民意到底是不满哪一个部分，这个要讲清楚嘛，就抓问题要抓对重点嘛。那所以你会看到，现在好像俨然只要这个换掉柯总召，好像把柯建铭给换下来，就等于解决了这个事情，然后好像就已经回应了民意。但问题在于说，回应民意，现在民意不满的是只有这件事情吗？显然不是嘛。所以这个第一个，先去看大罢免的过程里面，现在最容易同情柯总召的理由，这刚刚东豪哥说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知道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大家靠的是另外一件事情。请问赖主席有没有背书这个柯总召大罢免过程中的行为嘛？就是前面不管前面一开始赖主席同意还是不同意，至少后面要求这个民进党地方要配合，要迎上去这一件事情，你总是不可能说当作是不存在的嘛。所以赖总统、赖主席后来在大罢免的过程里面，他是有跟上去的。那换言之，你不可能在这上面说这个都是柯总召一个人的决定，整个大罢免这个头号战犯就是柯总召，看起来跟事实不一样嘛，这是第一个嘛。那第二个清战场，我这样讲，这个超支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是2023年的事情，对，现在已经是2025年8月，快要9月了呢。今天是7夕情人节所以你看，从这个2年，从2023年一路到现在，对于民众来讲，清这个战场意义在哪边？坦白说还看不太出来，因为这个战场拖这么久，反而是又丢了一个新的画笔，让人家去说你这个案子为什么会办那么久的时间嘛？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这一段时间以来的民意我们说真的，你要回应民意，请问一下，犯错犯最多的，请问是柯总召本人吗？大家民众在抱怨的事情是行政院在这过程中有没有很多的事情吗？在大罢免过程中，这个我想我们在座大家都很清楚啦。这个针对几个部会首长他们的失言你知道对部会首长其实有2个部分，一个是他的执政施政到最后你觉得他无能那另外一种是连基本的常识讲话都会出错所以这分2个层次然后这个最基本的层次是在过去这段时间这1年多的时间里面看到是部会首长这个从经济部然后到教育部都会犯这个错，那你就会好奇一件事情，回应民意其实有好几段那我刚刚所讲的事情你看包括教育部次长的事情，那个网络影片的浏览量，他被学生呛下那个影片是破100万浏览量所以你真的要谈到这个犯错的部分，谈到回应民意的部分，请问这一大段的过程里面，你就不需要回应民意吗？金华可不可以先问一下，为什么叶秉成这件事情拖了这么久然后要到最后整个内阁改组的时候，然后再顺势下车，然后讲了什么什么这件事情，你刚刚讲，不要说这个事情不难啊，就是让叶秉成这个没有这个泄密然后就回台大了。9月嘛，学期开始啊。对，不是你不能为了要照顾掉，而是这整件事情，第一个当然好了，你要尊重说他们内部有一个调查的过程或者什么这些，然后最后调查一些结果。但是问题是，他的时间拖了有3个月了吧，3、4个月吧，不止，还不止。对，然后一路拖，一路失血，然后到这个中间，感觉上大家就不闻不问了。对，而且他这里面，如果我是柯建铭了，如果我不知道柯建铭，连叶秉成你都给他这么一个台阶，温暖，那我柯建铭呢？是战犯，难怪他会不平嘛。不是，刚刚冲亮哥讲的，我同意因为其实这个过程叶秉成的事情，他最原始的本质还是要讲他就是一个被这个涉及到这个等于说被人家性骚扰的女学生，然后他各自被叶秉成贴到自己的社群上面去。这一件事情，坦白说如果他在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消息就启动调查，也不至于拖这么久时间但是事情闹大了之后我再帮大家复习一下等于范云他们几个那个民进党的女立委，大家发了一份共同声明之后，然后才开始启动这个调查，不是一开始就启动这调查，一开始如果启动的话就不会拖这么久的时间，所以我才说在这里面，而且你知道那个影片我刚刚说破100万的浏览量，看的都是年轻人他是在脆上面就100万浏览量到累积到现在当然不止这个数字所以你看你要讲这个内阁犯错的部分有多少，很多然后只是一个接一个在大罢免过程里面，我们没有特别去讨论到它，但那些东西我问你，这个业力会不会有引爆的时候？会嘛，因为都存在那边嘛，反走过都会留下痕迹嘛，然后所以你看这个我们刚刚讲那个叶秉成这个案子里面，那几位女性的民进党立委发声明的时候，是那个影片浏览量破100万的时候才发声明，然后才有这个
启动调查的时候呢，不是在这件事情一开始这个女立委在国会质询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处理了，但是没有处理，第一时间没有处理，到后面他就变内伤，这是一件事情。那第二个，你看，除了这个事情之外，光是在这个风灾救灾的时候，我自己走了一趟台南啊。那我在原来台南县区的部分，因为受灾严重嘛，像我到那个六甲那边去，当地的抱怨就很多啊。那些地方本来都是民进党自己的票仓，民进党自己的基层啊，所以你看这些地方有没有受伤？是有受伤的嘛。所以这个过程中啊，你把整个回应民意这4个字，如果都只有扣在这个柯总召一个人身上的话，那我只有很简单4个字形容。简化问题啦，简化问题。然后呢，在之前大罢免的时候呢，说人家是先知啦，大罢免过后呢，就变祭品了啦，就是拿来祭旗用嘛。那所以但是这问题在于说，祭旗了之后有效没有效的差别嘛。那如果你这个把它换掉啊，对于民意来讲有提升的作用的话，也就算了。但问题在于说，就看得到的现在内阁现在不管你说它是小改组、微幅改组还是大换血，无所谓。这个内阁改完之后，你去看看这个民调的状况，看民众有感还是无感嘛。我觉得很快就会看到民调对这个新内阁反应有感还是无感啦。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内阁，我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啦，就在接下去在国会还是会继续行政跟立法两边要走该走的职权嘛？那你就要问一件事情新上去的阁员有没有办法这个应付国会接下来的质询跟挑战啊？如果没有的话这个只是说这接下去呢地雷跟这个直接在台面下的还是被引爆到台面上来差别而已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讲说，你如果全部都拉到这个，尤其是花了1个礼拜时间，坦白说，就是你要换掉柯总召这件事情呢，就是你如果很有政治智慧的处理，也不是不行但是我是真的很好奇，就是在过去1个礼拜里面，怎么能够把这个事情变成像宫斗剧？一般的民众不会理解到这么多的政治的事情啊，一般的民众只会觉得说，每天几乎一炮一炮都是开向这个对向这个柯总召在开炮，那你就想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这每一段人跟人的连结，很多民众不会知道每一个立法委员的名字啦，但大家看起来这就是一场宫斗剧啦。而且最妙的是这场宫斗剧最上面那一个人是总统，是总统，所以不管你要解读说总统那个行为是无意的还是幕僚安排的都无所谓，因为一般人看起来这就是一个宫斗剧。那武哥，你就要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一般民众在看政治宫斗剧的时候，会有正面会加分吗？不会嘛。所有人把它当宫斗剧，你都叫宫斗剧了，他怎么会有加分呢？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在看这过去这一周这一周所发生的事情，在民众在看的时候，只会觉得这个东西是持续在这个扣分的行为嘛。那如果是扣分的行为的话，你去之前找蔡英文前总统去想要凝聚那个团结的意向，坦白说，你的这个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嘛。不但大打折扣，而且大家更好奇的是啦，这件事情你要怎么收尾啦？那为什么要这样讲？这整件事情都变成是原来绿营的支持者互相在内耗，有人觉得应该换，有人觉得不应该换。但不管觉得应该换还是不应该换，你都是留在同一个战场题目上面在扣分、在失血啦。你都不是把整个国家带到一个新的议题里面去做讨论啦。那所以你就会很好奇一件事情啦，在这个时间点就是对政府来讲，没有更重要的议题，或是总统自己的施政主张要带出来让大家讨论吗？如果没有，只剩下宫斗剧的部分的话，那恐怕对他的民调都不会太好看。那最后讲一件事情就是之前我们一直在谈这个，刚刚小朋友点到川普嘛，我们讲到关税嘛，对不对？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这个有人在这个应该是节目上面讲说，这个我们这个跟面对美国在谈判的时候，都只有视讯会议而已，都没有见到人然后结果呢？这件事情就是行政院回应这个速度，这一次算是 OK， 直接贴出来郑丽君到美国去跟美国那个 Lieutenant 商务部长见面的照片。那你就要问一件事，这个照片是什么在谈判过程中很机密的事情吗？之前不能够公布吗？为什么讲这件事情？你知道日本在负责谈判的大臣每次去到美国去谈判去打卡的时候，还被人家笑说他到美国是都这个消耗公款出差的费用，专门跑到美国去打卡的。但问题是那个打卡的照片，反正也不涉涉到谈判的机密，在过程中为什么不能早点秀出来让大家看一下，反而让大家有很多这个去把它扭曲或是抹黑的空间？你能早说能第一时间拿出来就可以拿出来，那你拖到现在拿出来，那我只问一件事如果之前不拿出来是说怕影响到谈判，怕有机密的问题的话，那现在没有吗？现在谈判也还在进行中现在也还没有谈下来所以你看，有很多跟社会在对话沟通的事情，之前能够做的没有做，就现在全部简化在柯总召身上。那我觉得这个对民进党来讲，要救民调恐怕是很困难的。正好来司法老先来问一下，超市案办2年，然后起诉了3个人，对。那这整个当然你要尊重司法，因为毕竟那不是最起码那我们不是辩护律师，你没有参与那个案子，只是就一半时间来讲，那
这算社会瞩目案件。是办了2年，最后这样结果，第一时间黄国昌就直接跳出来海 K 啦，当然海 K 就是这个样子啊，当然海 K 啊。第一时间黄国昌就直接跳出来海 K 啦，当然海 K 啊，就是这个样子啊，当然海 K 啊，对啊。论讲啊，其实超市外如果他没有起诉，可能很多人都忘记这个事情。你可能忘记了，就检察官是不是忘记了这件事情？怎么会这个时候来起诉？他应该什么时候可以呢？这里面有个关键的人叫吴玉飞，就是那个超市那个公司那个妈妈的那个女儿，她在日本嘛，她是去年的10月30还是31号回到台湾的，然后很快就被讯问，11月1号还是10月31号3保案交保，他交保了，他是关键人嘛，因为说那时候几千万的那个差额都跟他有关嘛，他是去年交保，我们现在已经到8月底，需要吗？这第一个，第二个。起诉书的内容，但我没有看到原文了。最后有一个倒霉的一个公务人员，因为他有一张17万的发票，还是传票核销有问题，几千万的差额只出来17万，这个解释很奇怪，然后除了那个公务员以外，其他人都没事，如果要这样子的话，我看监察院报告就好了，监察院报告还更清楚。你说一定会跟那个时候的陈其仲有关吗？我觉得不至于。可是中央畜产会是执行单位啊，中央畜产会那一段到底有没有交代清楚啊？因为我如果会要酸他的话，我就会把监察院的这个调查报告跟起诉书拿出来做对比。你这一对就是监察院的嘛，检察官的起诉书嘛，下去做对比。你要能够经得起监察院的那份报告的考验。我现在还没有讲到被告律师这些都还没有讲这些因为只有一个公务员倒霉，他那个发票一定很多，传票一定很多，他有一张17万的稿，没有查核好，然后呢，然后他们现在讲说，中央畜产没有到实地去查核什么，这样子的起诉书需要到8月底才告诉我们嘛，过年前就可以了啦。那你这时候弄这个东西干嘛？快1年了，那个吴玉飞搞了几千万的，放在台湾快1年了。检察官在干什么？然后我真的很怀疑他们是不是忘记了这个案子要结案。然后大罢免结束了，有时间了，你才结案吗？然后你结案出来的东西，你要怎么说服大家？核心问题还是回过来。你知道说这个代理厂商可以上下其手，可是中间的官员的监督这一块到底是怎么样？没有交代清楚。结果我还要回去看监察院。好，这个事情在这个时候出来，你又会让这个民进党的执政记录再留下一笔。事情发生了，你就是要交代清楚，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你都要讲清楚。只有面对老百姓，才能够接受你的态度。其实从刚刚讲823以来，就是要面对啦，也没有闪躲的空间。当然你说这些司法的案件，当然大家都要尊重，包括不管是检察官啦、法院、法官啦之间的一些的调查啦，或者最后裁决。只是在一般社会氛围，总是会有社会氛围的一些的感受。所有的标准摆在一样，那刚才讲到，包括时间点，包括社会瞩目案件。一定会是大家会盯着看着相关的这些情形。好，那刚超司显然这个结果，刚刚来宾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的批评，但除了这个以外，好，当然对于柯文哲柯前主席来讲，今天是8月29号，明天8月30号，我们民众党呢要直接发起就是司法走读啦、司法改革，然后全民走读啦，像这样，同时可能在好几个县市，那希望他们的民众都能够出来参加。对于小草，那当然你说对柯文哲柯前主席来讲，这几天包括开庭以后，那在还押的过程，那让你看一段小草对柯文哲的一些呼喊，来。加油！奋斗到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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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奋斗
来，庄夏，我们刚刚前面就讲，民进党现在要忙着就把包括支持者比较消沉，或是他们要清理战场做的一件事。但是对蓝白阵营来讲的话，除了这一波从726到823，然后包括不管在民调支持度上，甚或他们找到了共同能够同仇敌忾的一个方式。柯文哲柯田主义这个案子，白银当然不要讲了，白银是直接说，包括明天的那个什么司法改革走读，希望真的是柯文哲清清白白。蓝营这个地方呢，那从朱立伦开始喊出政治收押以后，希望目的最起码，我注意到蓝营的来宾的讲法，大部分都是有没有罪让法院判，可是压了1年，你好歹是不是这部分，这两个某种程度是有不同，但不管。都聚焦在柯文哲柯前主义身上，然后当柯前主义不是在开庭的时候说，不管赖清德你派什么样的人来，我都不会投降。感觉上字里行间跟黄商前几天他们是有讲民进党没有派人去看那个什么陈佩琪啦或者什么，然后讲说没有不要来这一套，然后除了道歉，除了放人，其他都不要谈。基本上我先补一下超思哦，我要跟观众道歉一下，原来。一个基层的不大的公务人员专员就可以搞这么多事情，所以我前几天嘲笑说，10个次长不叫内阁改组，次长很大，对不对？比专员都大，所以次长还是叫内阁改组，对不对？跟大家道歉一下，对这个不要小看官员。好，回来柯文哲这件事情呢，其实在任何个政治团体，在重要的日子，任何个政治团体叫凝聚人，一定有一些图腾，有一些象征，有一些仪式。比如说，对不对？像川普就最喜欢在重要的时候，他一定在他办公室里面，他就要站在雷根下面拍照，对不对？因为那是他重要的仪式。然后国民党呢，虽然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国民党不反共了，1月13号还是要去投了谒一下礼嘛，那个东西叫做仪式。对，所以柯文哲在民众党小草认为说受难1周年，所以他们要做一些仪式，这些仪式就是走读，这是必然。那这个仪式就一定会走下去。然后对于国民党来讲呢？现在国民党自己内部呢，道理呢是人家有的人是换不下去，有人是推不出来。国民党现在是直接从柯文哲跳到我们本党选主席了。你们登记已经往后延2个礼拜，对啊，从9月5号活生生可以拖到9月19号。前提的，那推不出来，那是不是有人想要被推下去？他其实到底要不要下去，你们也还不知道。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转移焦点，是最好的方法。而转移焦点里面又同仇敌忾的，就是7个党部嘛，200多个人嘛，所以他们当然就是搭着这个事情，然后民进党的政治，然后司法之间的东西，因为他们在这次的大罢免里面赚到了嘛，所以他们会拿这个话题，而这样话题呢，也是呢，因为现在黄国昌声势正旺，所以黄国昌民众党就把他搭上去，所以你会看到其实是这样。那至于柯文哲呢，他当然也在这个情况之下，那后面一件事情是。你们虽然把我受难1周年当成一个仪式，但是我是主角我不是太庙里面的神主牌所以你会看到他刚刚那个画面，下面的小草当然有些人永远政治人物都有些人不离不弃嘛，但是在这个时候，他这个东西他大概脑袋里面想到的是10几年前有一个人，那个叫陈水扁，对不对？总是可以凝聚，所以整个柯文哲其实要告诉你，我才是这一场仪式里面，我才是你们的图腾，我才是你们的主角，不要忘了我。但是这里面呢，竟然是主角，那主角要做台湾的曼德拉，对不对？所以他绝对是我绝不投降，绝对不投降。讲这句话的意思好像是。你们有派人来谈，就建议啊，你们啦，或赖总统有没有派人来讲过？因为要不然不会莫名其妙说出一句绝不投降。对，不管你派谁来，我绝不投降。的感觉上好像有，但建议等一下可以回应。只是上一次黄国昌讲说，对，就是有民党是不是有派人去了什么？我再讲一次，上次是何伯文，他是副秘书长，他说据他了解问过。府院党没有派过任何人去谈这些，可是今天柯文哲就继续搭着这个话就上来了，不是吗？对，他就是搭着。可是有没有人派？其实坦白讲，我是相信现在台湾的司法环境，虽然很多人对他不那么的信赖，但是不至于真的是直接干预。但是柯文哲必须要做什么？柯文哲可以透过镜头。你说是那个对那个监视器可以看到黄国昌专属的然后后面也许是他最近也在读书嘛，
不小心得不到了施明德的最后结辩，请判我死刑。对，也许觉得他这样子可以有这样一个声势和声望，但是呢，柯文哲可以做这些的时候，但是你会看到，其实他内心里面对于法官要写的判决书，感觉他内心里面恐怕是有点戒慎恐惧。没有，他没有恐惧。我觉得柯文哲已经不在乎一审了。就已经讲绝不投降嘛。没有，这个绝不投降，他怎么会在乎一审？政治上能够喊绝不投降的人，你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让你法官定我的罪？能够定我罪的人不是法官啊。因为现在已经界定这是一个政治审判的意思。当然了，他是这样讲。可是如果他这样讲，他不会再把邵秀佩拿出来，再把彭正生的太太，再把他拿出来做一个辩词。因为什么？其实他担心的是什么？当然，他也知道法官大概判决书里面的求刑或什么里面的故事里面写的求证的可能会很多。那这个东西里面，我绝不投降。可是白纸黑字写出来，如果里面更多的具体事实比起诉书还更清晰，他要重新解释一下。不，他绝对不解释，他只要蓝白支持就好了。因为现在蓝白加起来大于绿。没有，那是他的那就是政治嘛，就用政治处理司法啦。对，蓝白加起来大于绿，是黄国昌收割还是柯文哲收割？他心里没谱了。两个都可以收割，他心里没谱了。但是，所以他这个时候又变成是起诉书、判决书里面邵秀佩是有问题的，彭正生是有问题的，我是受迫害的。所以其实你会看到说，看起来很强硬，其实他真的是对判决书里面写的东西。心里面恐怕有些地方不是那么踏实。OK， 对不起，那司法还有一段很重要，叫程序正义。建议不好意思，刚才有一段程序过程当中没有让你发言到，因为刚才来宾对于那个包括不管是超司啦，不管是所有这些后面还有很多诸多的批评，理论上应该让执政党做一些的回应。对，我发觉刚才我今天可不可以退通告？背部，你要怪林俊宪。对，开玩笑啦。超司案你说办了2年吼，那我个人认为真的是有点久了。那台湾的司法在现在蓝白的操作之下，尤其咆哮昌的操作之下，好像大家对法院的一个判决跟他的一个行政流程总是认为不公哦。那我觉得超司案这个东西真的，如果再早一点起诉，可能这个战场早就结束了。那这样讲到柯文哲这个案子，我个人认为柯文哲应该是讲说，他也知道说他的一审大势已去了。与其我到时候让你们说我判决出来，让你们讲了半天，甚至于说可能一审判决完了，有可能交保出来，那他在外面他又要解释东解释西的，干脆我把他打成司法迫害、政治操作，这是柯文哲现在的目的。当然，对黄国昌他们什么陪读啦，明天什么陪读，我比较奇怪的一件事情，为什么突然台北市没有了？这个我比较纳闷。本来是以台北市为主，对，后来台北市没有，变全国4个地方。我只能说，黄国昌第一个，他害怕台北的媒体对他比较不友善，怕人家在问他同样的问题。为什么讲完着想？美国人的问题，美国人爸爸的问题。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是觉得比较奇怪的。那当然又把柯文哲拉出来，那无非就是在转移焦点的一个鲨鱼理论的一个部分嘛。黄国昌学得淋漓尽致了，他反正只要有没办法回答的包含立法院昨天又被王一川呛了这个问题，他很多问题遇到了以后就把柯文哲拉出来。所以在柯文哲这一次的一个司法判决，我是觉得柯文哲现在一直在操作什么？操作成反正就是你司法迫害，如同东豪哥刚才所讲的，镜头里面都看得到赖清德在瞪他了。那这种东西，你要想象出民主进步党派人跟他说，我在这边讲，何博文秘书长副秘书长代秘书长他已经讲得很清楚，没有。我在这边据我了解，我们以前在选市长的时候，柯文哲，那民进党很多人跟他培训，也跟他非常友好，包含徐国勇，包含黄成国，包含很多跟他友好的人。到了第2届的任期，第1届尾巴，第2届的时候，其实凭良心讲，大家都不跟他联络。所以你说你说柯文哲说民进党派人跟他讲，意味这样的意思。我在这边慎重讲，
认识他的人没人敢跟他讲，因为这个人嘴巴永远夹不紧。你跟他讲完了以后，他出去马上放风声，所以在这个地方而且讲的是主要还不见得是事实。不是主要，那这个柯文哲的羁押禁见，那个禁见应该还没解除吧？是啊，所以谁跟他讲怎么见？难道说还有人有办法跳过司法？然后古代的时候，轻功飞进去打伤了狱警啊，那个狱兵，然后狱卒，然后进去里面跟他谈完，然后又出来，叫草上飞。不是这个人可以穿透围墙，没有这个功力只有钟小平有啦，别人没有。他是超人，所以穿过围墙。我在这边郑重讲，没有可能跟柯文哲谈论过任何司法上面的问题。那柯文哲为什么继续羁押？还是一件事，橘子回来早就出来了，为什么不回来？不就是你柯文哲叫他不要回来？不过我觉得现在橘子回不回来也不影响柯文哲了。对，因为现在唯一的程序就是10月1号还是10月2号延押，因为延2个月嘛。对啊，就到10月初，就到期前那个所有的程序你们走完。我在猜，搞不好合议庭啊，走不完，程序走完没有串证，没有影响证人问题的时候，就可以交保了。那现在比较怕的是10月1号、2号，如果程序还没走完，继续压，那他要不要再压？继续压。我觉得合议庭可能要头痛这个问题哦，因为再压又是2个月哦。然后呢，黄国昌就讲真的羁押。对，因为你可以想象得出来，这整个然后国民党正在选党主席，就天天在吵架。就柯文哲，柯文哲救了党主席。然后10月18，国民党的口号就是相信柯文哲清清白白。国民党的口号还是民众党？国民党也没有党主席选举。那你的小草说柯文哲清清白白，柯文哲有收钱，为什么是清清白白？没有，朱立伦压太久了，没基于人权，你们搞清楚在讲清楚。小平，朱立伦讲这是政治羁押。国民党的口号就是相信柯文哲清清白白。国民党的口号还是民众党？国民党也没有党主席选举。那你的小草说柯文哲清清白白，柯文哲有收钱，为什么是清清白白？没有，朱立伦压太久了，没基于人权，你们搞清楚在讲清楚。小平，朱立伦讲这是政治羁押。没有，参选国民党党主席的一个政见就是释放柯文哲。OK， 就变了。可是这不是清清白白。我再讲一次，所有的司法案件，像柯文哲、柯前主席啊，生活刚刚讲的超司案，它都是司法案件。那基本上司法应该是独立审判案件，但是很多的案子会不会久了以后，它就已经开始出现政治的一些的氛围的味道，都一起在这个里头。它已经从单纯的司法案件，会不会变到所谓的有一些所谓的政治味道在这个里头？譬如当朱立伦喊说那个政治收押，然后要不要放人？当黄昌就一直在讲说他们是清清白白的，明天要走读。上公这句话其实这个没有弄完原文。退庭以前简便爆发口角，柯文哲再一度放话说，不管赖清德派谁来传话，我绝对不会投降，绝对不会屈服，转告赖清德。而且这是在开完庭要退庭的时候，照媒体的描述，他还转过去跟陈佩琪他们在坐在那个地方说，一定要转达出去。所以他在那个地方是在转达这些讯息，为什么会突然蹦出这一块？而对了，因为现在到8月，去年的8月，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我们那时候在现场讨论的是，那个时候包括木可公司，然后所有那些账或什么，柯文哲在那个时候还记得吗？鞠躬道歉，因为那个账目，这真的怎么弄就是都不拢的那个所有的那些账，然后结果一路上就延烧到现在。当然，他现在收押禁见嘛，派什么人传什么话。这句话会不会他的辩护律师也要受害了？那收押禁见只能律见啊。那当然，那就是律师传话哦。啊，谁能跟他讲说要派人传话什么？没有，他这时候有这样讲，我假设一下不行吗？公堂之上假设没有罪，假设没有罪，假设冷静的会传。但是我就觉得他的律师是不是又被他害了？因为只能律见嘛。那谁能传话？那只有律师能帮忙传话嘛。那这个会不会啊？反正柯文哲现在就是在讲政治。对，如果说派人传话，而他在收押禁见又非律师的话，
那不得了，就是告诉你，他是可以介入司法的，可以派人直接来看守什么传话什么什么什么的。哎，这个就严重了，这个就严重了。如果说是律师去传话，那律师又要倒霉了哈。所以里面他到底毕竟说穿了还是政治语言啦，还是政治语言啦。那政治语言的过程当中，黄国昌跟柯文哲经常是习性用语，你们派什么来啊？你们心知肚明了啊，心知肚明就把所有事都掩盖掉。那你大家问他说是谁是谁，他就不会跟你讲人名，他就不跟你讲人，就好像他那一天从法庭走出来，不是说法官在凶啊什么啊？为什么凶？他不讲，他也不跟你讲，旁听者有鼓噪声，法官啊，他也不跟你讲，他直接就影射法官很凶，就像申请路权。本来要申请那个830的路权，他要告诉你说，本来交了3万块了，然后结果后来呢，为什么？就是因为不让民众党去集会游行，钱一定要先交了，他就不告诉你，他就不拿那个禁制区啦，他就不给你拿那个反对申请的那个理由书出来，他不会跟你讲啊，而且他直播的时候应该是中正2分局，他还讲成中正1分局嘛，可见。他应该没什么还没有看到那一篇吧？如果看到的话，那上面那个我们都知道嘛，那个台北市警察局中正2分局那个横章一定是很长的啦。那1跟2很容易辨识嘛。那他也不跟你讲理由，所以他很多事情都是截片段。然后柯文哲呢，永远也是在政治用词，政治用词。那反正。柯文哲跟黄国昌都有共同的，也是有共同的对象嘛，赖清德，他们一定什么事情都导向赖清德，都导向赖清德嘛，然后这个语词的用词就是赖清德就是一直在介入司法嘛，就赖清德如果介入司法，就可以影射政治干预嘛，然后政治收押，其实他就可以变成。一连串的政治的介入司法的程序过程中的一连串的嘛，某种程度蓝白阵营的支持者，对于朱立伦所讲的那个政治收押，有很多人是买单的。白银不要讲，白银，所以你看昨天正传媒那个民调里面，白银大概超过80%觉得对他讲的是对的，蓝银也有70%左右，所以表示。我不知道朱立伦他们的政治味道的这个能力毕竟是强。闻到这个味道，就直接把这个话题丢出来，蓝白阵营某种程度就会团结在这件事情下面了。基本上，726到823之后，本来就是一个蓝白河的一个战争嘛，其实，在蓝白河的这场战争里面呢，你就可以偶尔就会听到柯文哲的名字，柯文哲的名字，柯文哲的名字，无论是黄国昌提也好。无论是黄国昌出席的场合，被罢免人的立委里面去讲话都好，其实他就是一直从罢免的时候一直走在一起，其实也不用闻太多了，因为现阶段蓝的讲柯文哲一定可以去吸引白的支持嘛，因为他从726跟823已经结合了嘛，已经结合了，你要不要喊一下？喊什么？政治收押，政治收押可以喊了，可是清清白白，但是他不赞成清清白白。这样子你不能选党主席。所以我越来越欣赏你。所以你去看投射有2个题目嘛，一个是蓝白合，一个是政治收押嘛。其实你看蓝白合跟政治收押里面的比例组成当然数字会有来，你会发现有一点吻合，吻合就蓝白合跟柯文哲政治收押那个内涵上面的数据上面可能数据不一样，但是你兜起来看，蓝白合跟那个内涵数据里面是相吻合的是相吻合的哦。那你可以再看的是说，你从民调上面民众党的支持度跟国民党的支持度加起来。
再加上你再去看民进党的支持度，其实它反射在这几个议题里面，反对跟同意的比例上面，它也是出现一个稍微吻合的状态哦。所以你把很多题目分开看的时候，事实上蓝白在很多议题的意向中，其实是逐渐走向同一个方向。你知不知道蓝白实质合了？对，他走同一个方向。你谈到柯文哲，他们的是走同一个方向。然后你谈到说，讨厌赖清德的过程，他们又是走在同一个方向。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蓝白合，它逐渐在某一些政治议题上，它是已经走在同一个方向。那更不要说，如果问2026、2028，蓝白合也都是朝这个方向一路这样往下走。不，蓝白合啊，你说2026、2028比较不一样的是，议题上，大家可以喊是结合起来，选票结合。但是2026、2028里面存在着是人的冲突，彼此之间可能还会有竞争关系，还有人的冲突，姓吴的跟姓钟的可能就冲突了。好，在哪里呢？不要想个那个就是议员太小，不要这么大节目找个这么小的议员来评论，一个专员都可以搞成这样。对，所以你看，其实它某种程度上，它跟议题比较不一样。OK， 但是你放到选举的时候，它可能在每一个选区有政治利益冲突。其实你说蓝白合，我认为2026蓝白合的过程会像大家所想象中的那么顺利吗？其实某种程度上，我是打个问号。有关这个很快到接下来2026，然后中间大家的合纵连横到底会怎么样，很快看得出来。小平是来，你坚持说政治收押你愿意讲，要早一点交保你也觉得，但清清白白4个字你打死不愿意讲，因为有几件案子是你告发的嘛，那个过程。对。那现在你看到一路走到这，柯文哲讲的这样，蓝白合里面柯文哲俨然已经变成你们之间一个共同的一些话题。你某种程度不会尴尬，不会尴尬，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勇者不惧，好不好？我们揭发案子，像今天我是不是揭发了那个小英男孩三个房地产有1亿，蓝绿白的贪污这个案子，我们不揭发，我们愧对当市议员嘛，在台北市很简单，就做台北市的事情。好，来，我跟你讲，天下事一定是尘归尘，土归土，一切回到基准面。什么叫基准面？请问你，他被压，现在讨论的可能放，可能不放，对不对？刚东豪讲那个交保，他会不会压一辈子？不会。当然，所以他总会出来嘛。不一定。补充一下，万一比如说像那个公益侵占，如果被判被3个定谳的话，那个就直接从土城会换地方，就跟阿扁一样嘛。对，有一条先谈，龙潭先定谳，过程有案子已经先定谳的就直接了。对。然后我本党的现在叫做什么？那个朱立伦说政治收押，大部分的蓝白都同意他的说法，因为大家认为关太久，请问你为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反转？本来你们形势大好，其实824个无差别扫射都大好哦，是最后1个月才翻转就罢免案，那就是很大原因是黄林锦如之前全收押，如果只是重保，我跟你讲他那个优势，请问国民党那个时候是不是民调很弱？就是简单讲，他们就是抄名单，什么是受伤了？可是最后呢，从一个好好的棋，非要搞到全部把它收押，就翻转人心不可以做过头事，因为人都有正义感，不管什么颜色的那个老百姓。好，这个案子，什么叫尘归尘，土归土啊？说今天蒋万安选举，拉着如果柯文哲放出来，拉着柯文哲的手。柯文哲搭他手，好不好？我们假设场景哈，那另外一边叫黄珊珊，好不好？这个蒋万在中间，蒋万说：“我背书，柯文哲清清白白。”那时候又被判刑了，蒋万剩多少票？不，大家可以去想象那个场景嘛。柯文哲当然不是清清白白，他有收钱嘛。清清白白，那时候又被判刑了，蒋万剩多少票？不，大家可以去想象那个场景嘛。柯文哲当然不是清清白白，他有收钱嘛，那个不干净的钱，然后
再拉回来跟收押该不该放汤这2件事，我先讲清楚。而且一审被判刑之后呢，一条一条开始被判刑的时候，我跟你讲，白会变成多少票？我第一个第一句话是问号。你说一审以后白的支持度对柯的那个认同，尤其沈庆金说，假设说我不要认共同正犯，你检察官坏透了，把我跟柯文哲搞一样，光一条金华城具体囚禁10几年呢，10几年呢。他说我是个商人，我又不是公务员，我是要容积没有给容积，你怎么把我搞10几年？所以我只认3年以下。那叫做不违背职务行贿罪，那相对有不违背职务收贿罪。假设沈庆金说人地实施物，金华城他给我方便，给我120亿的非法容积，他给我只要1500钱，在什么时候给的就崩掉了。不是，这个要感恩一下那个，因为沈庆金跟柯文哲是同一战线的，1500他从来没有认过，目前的他从来没有认过。好，那所以走到程序，我觉得不会有这个事情。好。不违背，他是不是想讲不违背职务行贿罪？那行贿的什么？总要讲吧。他的律师也替他讲了，他律师讲我们坚持无罪抗辩。无罪抗辩是金华城的具体囚禁10几年，但这一条3年以下他没有坚持哦。不，他的律师好，我们看怎么走。沈庆金的律师已经把他推翻掉了。我们看怎么走下去了。如果他这样讲的话，当然我跟你讲，社会还是有一把尺啦。就是因为一审被判刑的话，还是会动摇。好，动摇这时候呢，刚刚上一副又讲说，大家是一个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对不对？选那个多席次的议员啊，干嘛？县市长2026，然后他的票变少了，我们票就相对就多了，票挪来挪去嘛，哈。然后那又有各自选议员会竞争的状态，然后你要结蓝白合要紧密到什么程度？那就端赖，不管是朱连任，或是新的郝龙斌，或当新的主席等等，不知道。然后呢，看他们的智慧，所以这是一种浮动的概念。OK， 金网，如果这样看起来的话，当然第一个大家会观察明天，8月30号，然后民众党发起的那个司法改革走读，除了白营的，包括小草这些以外，有多少蓝营的人会不会去支持？那另外一部分是。当蓝白结合成这样的时候，这也是民进党在未来2026、2028大概要碰到最大的一个问题。你怎么样去面对，或有人用破解所谓的蓝白这样一些的合作？柯文哲案子显然是蓝白之间非常重要一个黏固剂，看起来也是这个样。但是总是刚才那个上公讲的，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这样嘛。到选举的时候，大家还是有各自一些利益啊。或是像黄国昌刚才建议讲说。为什么台北本来不是主要申请在台北？难道真的就是怕很多媒体人没事去堵麦问？不，人家不想回答，你们就不要问嘛。但记者就是这样，现场几位，你看，你越不回答，他一定要问到，上公是吧？他当然，是不是？那个这是记者的天职，不，天灾属于自然状况，人祸是我们的功能。所以你看，这些真的就是，对他来说这些问题，其实问好了，讲美国相关的问题，有这么难回答吗？就很简单啊。这个。我分几个部分来讲啊，因为刚刚讨论有点多。你要讨论天灾还是人祸？如果这是人祸的话，一年到尾都是人祸，一年到尾都有人祸。上一步肯定是人祸级啊，他还没有晋升到天灾。第一个是这个黄国昌，当然他要面对美国这个题目啦，因为但是他会很难回答，原因是因为他后面其实有一大块有故事的内容啦。就据我所知啦，就四叉猫爆料内容里面，其实有一大块他还没有讲完啦。所以等于说那一块黄国昌只要碰了一个头，你去看黄国昌的处理方式呢，没有跟你在这个正面对决他的这个直球对决他这个美国爸爸的问题，他选择的方式是先骂四叉猫，然后把整个事情呢就是用这种政治语言的方式把它带过去，但他没有去回应说里面的一些细节，因为其实细节呢这个当事人手上有很多，所以黄国昌如果去搭上去这条线的话，他反而会陷在里面，这是一件事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黄国昌的处理方式都是用骂人的方式，然后所以呢你看这个他跟媒体记者的冲突呢，其实那个记者也不是要问他美国爸爸的事情，是在问他美国律师资格的问题，但他就生气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战场对他讲不是一个有利的战场，所以他用回避的方式，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就是刚刚大家这个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柯文哲回应他自己案子的方式很有趣他比如说他去拉着这个赖清德，然后说他绝对不投降，然后他讲的跟检察官在讲完全是不同层次的事情，检察官告诉他犯罪就必须坐牢
检察官讲这句话也没有问题，所以柯文哲讲的话跟检察官讲的话不是同一件事情。那大家会很好奇嘛？就是我们之前这个跟开读书会一样，在看柯文哲的起诉书，看了一大圈。那这些内容，柯文哲的支持者跟小草都不知道吗？那你就要谈到，就是说，在他们的同温层里面，现在传播的是什么？他们的同温层里面，我们这样讲，就是起诉书的内容这么多，论述这么多，像光是柯文哲拿邵秀佩出来，你知道邵秀佩在去年柯文哲被压的时候，邵秀佩的律师也有出来判断他的那个柯文哲一定会被压，原因是因为邵秀佩自己已经认罪了。然后呢，这个之前我们在谈到邵秀佩被检察官问到有2个内容让大家觉得很惊悚的，第一个是这个。邵秀佩被检察官问到说，那你为什么就是这个对于柯文哲这个违背法令的要求啊？因为明明不是一个可以都更的地区，你用都更来处理，那为什么就是你会答应你不做反抗？当时邵秀佩在起诉书里面有写是引用了这个当时市府另外公务员林选礼事件，拿这个事情来说他就是因为反抗柯文哲被柯文哲骂，然后所以呢他被降级，所以我们不敢反抗他。所以呢你可以看起诉书这些内容，但是对小草来讲这些内容好像不是那么的重要。为什么？因为很简单，现在很多小草传播，如果各位有印象的话，这个小草的传播很重要的工具就是靠抖音，靠短影片，那个都不是我们在看到论述很正规、很完整跟庞大的那些内容。它短影片内容在说1分钟、2分钟，那你想想看，1分钟、2分钟，它要传达什么内容？它能传达就是最简单的标题式的内容，所以绝不妥协、绝不投降，然后政治打压、政治迫害这些内容在做短影片1分钟、2分钟是非常适合的。然后呢，各位你要知道就我们在讲短影片传播是这个世代尤其是年轻族群常用的工具的时候。现在还有一个推波助澜的工具叫 AI，也就是你只要把这些剧情的内容输入到那个 AI 的 App 里面去的时候，它会自动把它变成影片跟动画，让它在社群上的传播更快。所以社群加短影片加 AI 3个呢，就让传播速度快速增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在过去柯文哲从去年到今年收押这1年的时间，在小草呢，你可以说柯文哲的支持度降到一个程度之后就停住了，它就没有再变化了，因为它的同温层里面一直传的都是这些内容。所以你可以看就黄国昌或民众党或柯文哲操作的模式呢，都很喜欢用标题式的语言，就简单几句话讲出来，但是很好制作素材，很好制作影片，甚至输入到 AI 里面去的时候，人家自动帮你做成很多部的动画。我们以前做一部影片要花很多的时间现在是只要把主要剧情标题输入进去之后，它就做成一部动画。那你就想一件事，它本来原有的 LINE 群组跟其他的群组里面，他把这些影片放进去，他们自己沟通的语言是不是就建立起来了？那他的信仰就变得相对强固。在这个情况之下，这就是为什么黄国昌明天要去的那个活动说实话，他在台北跟在这个办在新北呢，其实不是差别很大，因为他要的是要把它制作成为宣传素材之后，开始做传播用途。所以呢，与其让你在台北市堵到他去问他这个美国人的这个事情是不是美国爸爸的事情，他不如把他在这个影片的素材内容弄充实、弄完整了之后，他在自己的社群里面传播，让它变得很铁的一块。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讲完这一大段的原因，其实是要告诉大家，这个是在白银里面的传播方式。这也是为什么柯文哲很多的动作呢，你解读起来好像跟我们在用法律角度看不一样，都是这种很政治性的原因，就是因为柯文哲跟他的幕僚过去建立起这样的宣传的习惯。那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蓝白之间蓝当然跟白是一定要合作，可是问题在于说明年的选举，像我们讲的。我们刚刚讲都是宣传，回到人跟人恩怨的时候，宣传可以当作工具来加分啦。但是回到人跟人恩怨的时候，那是本质啦。所以这样的宣传没办法改变那个本质。所以对2026蓝白是不是一定能够合，这还很难说了。对，明年对像上公讲，只要看中正万华。那我只是说一个姓吴的，一个姓钟的而已，看会怎么样就知道。一个女的，一个男的，重要不重要？因为柯文哲是用政治，现在已经是打政治战，他不是打司法战可是这个事情本质还是有司法的层面的。你在看所有事情，只要注意9月2号，因为9月2号彭正生要出庭。彭正生出庭呢，要接受柯文哲的律师的诘问，要接受检察官的诘问。那9月2号之前是昨天是开验彭正生那个认罪光碟。对，这个还是要讲一下，因为这个比较好玩。彭正生本人没有出庭，就是我被不正当讯问嘛，那个是认罪光碟。认罪光碟如果不正当讯问，彭正生所有的证词就推翻掉了，检察官就输了。彭正生居然不出庭，那彭正生的律师有到庭，为了什么事情呢？决定下一次开庭就9月2号这件事情。所以昨天呢是。柯文哲的律师在主张彭正生被不当讯问，所以这个事情就不知道，就说，如果你要讲司法，这是一件很怪异的现象。
我陈东豪不主张我被不当性问，然后上副一副一直说我有。你觉得法官会怎么办？好了，不过司法总是会走，一审总会走完嘛。所以，但是这个过程会非常的，好啦，还是有点戏剧性。OK， 小飞是你们声势这么好，为什么当主席？然后，但是有很多人登记，目前7个，对不对？那为什么要拖2个礼拜？然后朱立伦是摆明了真的不选吗？因为看起来卢秀燕是他的亲近卢秀燕人士在媒体上是天崩地裂，他也不会选。对，这个为什么延2个礼拜哈？有几个原因，对不对？第一个，朱立伦继续劝卢秀燕。我简单讲，卢秀燕如果最后被劝成功，不管谁劝他，朱劝他，王金平劝他，好成功了，天崩地裂，然后又不裂了哈，万一了哈，然后朱是真的会让他选，这是第一种。卢秀燕如果出来选，几乎国民党的人大家都不要讲朱会让他选，朱根本不敢跟他选。第二，卢秀燕天崩地裂也不选，就真的没选的。所以今天黄健庭讲了一句话，就是说哈，我标题念一下，秘书长黄健庭说，卢秀燕要选就不会跟他竞争。那卢秀燕如果不选呢？郝龙斌选要不要竞争？对，我这是第2句话嘛，对不对？好。那所谓的反朱联盟，我做一个评论了哈，中性的评论。我相信呢，第一时间是非常抗拒的郝龙斌。郝龙斌大概就是能够跟朱立伦竞争。我再讲一句，就是如果卢秀燕不选朱，是不是这真的就不选了？我觉得再看，我觉得应该是浮动来看的哈。然后今天跟朱立伦竞争最大公约数目就是郝龙斌。那郝龙斌一开始态度是坚决不要，刘淑慧也讲了嘛哈。可是我觉得最近一定是王金平、李乾隆跟赵劳康战斗团一直在劝他。我觉得回心转意。我认为郝龙斌很可能会选。我觉得我个人的判断，但不见得准了，大家参考啊。好，那好，再回到郝龙斌选了，郝龙斌选的话，朱一伦会不会选？我觉得不一定不一定哈，当然看身世啊，各方面啊，不一定。好，那简单讲就是说然后那个时候要劝卢秀燕说回头选说，哎呀，一做党员的基本的去问一下哈，去乡野调查一下，哇，张亚中也还挺强的，张亚中，然后是不是卢秀燕才能够压制张亚中，不要红统啊什么，大家都是讲话的话术劝卢秀燕的人。可是不管卢秀燕已经不选了，我们不要谈卢秀燕了，她绝对不会选。好，那今天反朱的系统认为朱选的话，这个朱选，张亚中也选。因为张亚中会选，郝龙斌也选，郝龙斌有赢的把握，他们觉得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分析啦，所以郝龙斌选，我觉得是很可能会发生的。反朱的系统认为朱选的话，这个。朱选，张亚中也选，因为张亚中会选，郝龙斌也选，郝龙斌有赢的把握，他们觉得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分析啦，所以郝龙斌选，我觉得是很可能会发生的。整个目前形势是这样，国民党。尚公，你现在所知道的讯息呢？好了，第一个，2028目前看起来，国民党似乎目前也是众望所归的是卢秀燕，看起来是的，因为这个党主席选举某种程度要跟这个是摆在一起看。那刚才小平所做的那几个人选的分析，你觉得未来发展就是这样吗？那有可能。第一个先讲挺卢的不一定反朱，反朱的挺卢，反朱的挺卢，好。那卢秀燕不选以后，其实挺卢的里面有一点分道扬镳。锁定的对象，有的是我上次说过嘛，2个妈妈总要挤一个妈妈出来嘛，就卢不选黄敏惠嘛。那有一部分就转向去郝龙斌那一边，那挺卢的有一部分转向到哪里？朱立伦那边，有一部分转向去朱立伦那边。好，那好。最有趣的是，延那2个礼拜在中常会是谁提的案？是谁提的案？如果各位还记得，
当初朱立伦在联合报接受访问说8月登记什么，那时候大家都说在罢免期间有2位中常委提案说要延后，结果到最后没拿出来。OK， 其中我们讨论了一个人叫做陈淑龙，中常委票选第1名，中部地区的中常委。背后是谁大力相挺，他可以拿第1名的？那个前花莲县长啊，对嘛，傅昆萁嘛，傅昆萁延后背后有傅昆萁的影子哦。那傅昆萁要倒向哪边？要倒向哪边？其实他原本有跟卢的幕僚都碰过面，就你说傅就罢免前有去跟卢的幕僚见过面 ，OK， 也在探寻卢选不选的问题。好，所以后面你想说傅某种程度上一度也是一个曾经也要挺卢的人，但他现在的整个动作里面，他就不是导向于挺好的嘛，那这2个礼拜的运作，那大家的党内的揣测啦，就是需要一点时间帮朱立伦铺排。好，那名义上提案呢？他这一次党员具有投票权的缴费跟以前都不一样哦。以前是规定你在几月前以前要补齐，3月31，好要补齐。但这一次呢，没有哦，6月30，他延到领表后哦，他延到领表前缴就可以了哦。现在放宽了，所以你还来得及交。名义上好像是说怎么样啊？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有一部分是你要支持谁，你的人头也应该要去重整一下。对，钱赶快交一下。对，重整一下嘛。哈，人头票很重要啊。那要重整一下嘛。哈，那以前如果说是卢秀燕，那大家都不用整理了，就卢秀燕出来，大家都不用花钱了，就不用花钱去缴党费啊，反正就卢秀燕的局了嘛，大家表。那现在是个乱局的时候，大家就要去重整一下这个党员的问题了，该缴就要缴。所以现阶段，你包括像，连胜文不是有出来批评了一下罗志祥吗？他没有说没讲好不好？没有啊，他只是说不要只是为了募款嘛。对，好，没有讲知名度或募款，他没有讲谁。我相信他没有讲谁哈。小莲不是这样想啊，小莲不是这样讲，但是说变小莲他年轻嘛，年轻。当然连胜文不会选，连胜文的支持对象叫郝龙斌，战斗蓝的支持对象是郝龙斌 ，OK， 李乾隆。那有一部分挺卢反朱的郝龙斌，因为他们现在在想，你一定要把力量集结起来，如果力量分散，好，朱立伦、张亚中、郝龙斌这边力量又分散的时候，万一张这样子，那大家就一片哀嚎。连胜文的支持对象叫郝龙斌，战斗蓝的支持对象是郝龙斌 ，OK， 李乾隆。那有一部分挺卢反朱的郝龙斌，因为他们现在在想，你一定要把力量集结起来，如果力量分散，好，朱立伦、张亚中、郝龙斌这边力量又分散的时候，万一张这样子，那大家就一片哀嚎。OK， 所以他们也在防意外了。不过来建议，刚刚讲到，如果面对蓝白合这样的一个态势，看起来就算不是钢铁一块啦，可是其实要松动的可能性也没那么大。那尤其是经过有很多人讲说，经过2024，那他们都知道，如果不合的痛苦，再经过被大罢免过程这一弄，那对绿营来讲，你们未来不管2026、2028，你们要怎么样面对蓝白这一块？2028现在目前来讲，这个态势可能我个人认为有点早。那原因是在于说，以现阶段大家都在看说，今天我们的政治上的一些攻防的一些新闻。好，那到底民主进步党什么时候清理完战场，开始往前走？这就影响到2026嘛。那至于2026，你说蓝白合县市首长没得合啦。
县市议员没得让啊，让那就没啊，本来就没了。是说让里长哦。第一个，到时候明年提名选举白色明年提名权到底是黄国昌还是柯文哲不知道。对，黄国昌自己有没有人？我告诉你，黄国昌没人。柯文哲已经没人，黄国昌更没人。黄国昌原则上只有声量，你叫他真的是提名谁来选，我不认为说黄国昌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实力，再加上连吴益政的女儿他都不认识了，他有谁可以提啊？连江先生100多辆游览车不挺他了，你说他还有谁啊？所以黄国昌，你知道，如果明年是黄国昌提名的话，那看起来蓝白合根本不用谈。那柯文哲或许还有讨论的空间，但是县市首长以国民党现阶段人才济济，对不对？再加上他们如日中天的气势，他哪有可能把县市首长让出来？至于议员，那你问小平就好了。国民党在中正万华有4至5席的空间，没错吧？4席，现在4席，你们现在是不是4席？那当然少一席，4家了，4家了。哎，那新人呢？新人如果没有特别强，那是不是蓝白合就提3？那让吴育轩可以当选，然后徐立信可以就变。如果新人有强一点也提3，那会落谁？现在的重点就是新人强的话就提4啊。哦，好，就提4。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国民党里面，黄吕锦如出来了。未来提名，其实黄吕锦如掌握有很大的一个权利。OK， 他要给谁就给谁。他要你千万不要这样讲，他会紧张。你千万不要这样讲，钟小平会紧张。代议长什么时候？代议长自己都要选举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个人认为蓝白合的议员小鸡这个部分 ，OK， 说真的，中正万华少提名一个。对钟小平或许没有影响，对蓝军绝对会大反弹。OK， 包含我松山信义，所以看起来的话，蓝白合这个东西只是空谈呐。毕竟钟小平对柯文哲还没有释怀啦，因为他被攻击成这样子，被小草骂成这样子。为蓝白合是忍辱负重啊。所以在明年的这一局态势里面，蓝白合我没有那么乐观。那接下来呢？因为明天是8月30号，民众党办的。司法改革、公民走读的这一块，那到底不管是民众党或是蓝营的支持会是什么样一个状态，跟未来国内整个政坛发展会是怎么样？好，那对于民进党来讲，在所有包括不管从内阁啦，包括党团啦，或是党部所有这些改组，会呈现什么样一个态势？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谢谢我们这边，我们下周见，拜拜。